老婆，我错了，你回家吃饭吧，这个家不能没有你啊！哦，你爸妈呢？已经走了，不会再来住了。因为他不顾反对，拍板把公婆接来同住。我已经整整3个月没回家吃过饭。回来了。小月，爸妈来了。饿了吧？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小叶，多吃点儿，看你瘦的，女人太瘦不好生养。妈，我减肥，不吃肥肉。哼。城里女的就是讲究多。爸，小月她一直都这样。小月，你就不能高兴点吗？我爸妈第一天来。顾明远，我高兴不起来。这个家已经不是我的家了。怎么就不是你的家了？不就是换了幅画，铺了个沙发巾吗？那我的画呢？我收起来了。我的单人沙发呢？妈说坐着不舒服，搬到阳台了。客厅的烟味呢？我爸抽了一辈子，让他一下子改不掉。你忍忍。忍忍。好。妈，是我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下班回家吃饭。回来啦，快洗手，马上开饭。在自己家，想吃就吃，不想吃就不吃，别委屈自己。吃饭的时候，关于顾明远家的事，我一个字都没提，我爸妈也十分默契的没问。我们就跟过去的每一天一样。小月，你在哪儿？怎么还没回来？饭菜都热了2遍了。我在我妈这儿。你去那儿干嘛？吃饭。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？我昨天跟你说好了。你说好什么了？我说我配合你。配合我什么？你决定把你爸妈接来住，我配合。我决定回我妈家吃饭，也请你配合。小月，你别闹。我没有闹，我很认真。就这样，我准备回去了。不想回去住就在家住。妈，那不行，那是我的家，我凭什么要走？站住！乔月，你现在是什么意思？这家里的饭菜是请不动你了？妈，我下班晚，顺路在我妈家吃了。顺路？你妈家跟我们家一个南一个北，这也叫顺路？妈，有这么当媳妇儿的吗？公婆来了，第一天就躲出去吃饭，这是做给谁看呢？我没有躲，我只是回去吃饭。你就是对我们有意见。顾明远，这也是你的意思吗？小月，我妈也是关心你，你今天确实不太好。知道了。小月，别生气了，妈就是那个脾气，你就当给我个面子，明天回家吃饭，好不好？这一晚我们分房睡，第3天。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哼，我们家摊上这情况，真是堵得慌。第4天。小月，算我求你，就吃一顿，给我个面子。第5天。小月，别这样，我们好好谈谈。乔月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这样有意思吗？让我在我爸妈面前抬不起头。当初是你让我忍忍的，我现在用我的方式在忍。第7天，周6。姐啊，我这心里真是憋屈屈。养个儿子，本想着过来享2天福，可媳妇儿天天不回家吃饭，跟我们隔着心似的。
妈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瞎说？我哪句瞎说了？他是不是天天不回家吃饭？他是不是跟我们不依不惜？小月，你去哪儿？你是不是又生气了？我妈她就是……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顾明远，你妈不是在随便聊天，她是在跟亲戚倒苦水，等着所有人都来劝我懂事。你以为这只是简单的闹别扭吗？这是立场问题，而你从头到尾都没站在我这边。小月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也是读过书的人，怎么能这么不懂事？公婆大老远过来是享福的，不是来看你脸色的。顾明远夹在中间多难做，你作为妻子，姑姑，顾明远难做，我就不难做吗？我的家被占了，我的生活习惯被破坏了，我连在自己家喘口气都觉得累，谁来体谅我？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？什么叫你的家被占了？那也是顾明远的家，是他父母的家。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，这是我的婚前财产，法律上这就是我的家，他们是客人。现在客人要当主人，我这个主人只能出去喘口气了。你这孩子太犟了。你跟我姑姑说什么了？她打电话把我骂了一顿。我只是陈述了事实。什么事实？你跟他炫耀房子是你的。乔月，你是不是觉得有这套房子你就了不起了？你就可以不尊重我爸妈了？这是我认识了8年的丈夫吗？顾明远，我们结婚8年，我什么时候用这套房子压过你？我只是在被你和你全家指责不孝的时候，告诉他们，我也有我的底线和权利。你的权利就是把我们一家人当仇人。是你们先把我当外人的。乔月，我告诉你，这事儿没完。你想用这种方法逼走我爸妈，门儿都没有。好，那我们就耗着，看谁耗得过谁。哟，吃不惯家里的饭，哼，连早饭都要吃洋玩意儿。你这每天回来，我跟你爸都觉得热闹多了。回来了，快陪爸爸下一盘。在娘家的每一分钟都是温暖而治愈的，这让我更有底气去面对那个已经变战场的家。乔月，你非要这样吗？我只是在过我自己的生活。你自己的生活？你的生活里没有我，没有这个家，是吗？是你们先把它变成这样的。顾明远，你很清楚，只要你爸妈搬出去，一切都能恢复正常。不可能！我说了，他们必须住这儿。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。乔月，你别这样。逼我？顾明远，从头到尾都是你在逼我，逼我接受我不想要的生活，逼我放弃我的底线，逼我忍受你父母的刁难。现在你觉得你被逼了？顾明远，让他走，我们老顾家容不下这尊大佛。明天我就和你爸回老家，省得在这里碍别人的眼。妈，你别生气。妈，你开门啊！妈，你开门啊！你说什么气话呢，妈？明远他姑啊，是我美芬。哎，别提了，这日子真是过不下去了。儿媳妇容不下我们老两口，天天给我们脸色见，现在逼着明远赶我们回老家，能觉也睡不着。这是我养了3年的墨兰，开花的时候清香满屋。几天后，刘美芬的病来得非常及时。乔月，你快回来！我妈她不舒服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但理智告诉我，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。怎么回事？送医院了吗？她突然说心口疼，喘不上气，现在躺在沙发上起不来。你快回来呀！你别慌，马上打急救电话，我现在就赶回去。走。
怎么了？亲家母出事了，要不要我跟你爸一起去？不知道，说是不舒服，我先回去看看。不用了妈，你们别跟着掺和了。你还知道回来？急救车呢？怎么还没到？我妈说不去医院，她说她就是被你气的，她说她活不了了，死也要死在家里。这话一出，我就全明白了，这又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啊！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娶了这么个冷心冷肺的媳妇儿，我不想活了。你马上给你妈道歉，求她原谅，不然今天这个家就散了。如果我今天不妥协不认错，那我就是逼得婆婆病重的恶人，这个罪名压得人喘不过气。乔月，算我求你，你就服个软，跟我妈说句好话，让她顺口气，等她好了我们再谈，行不行？她说的那么情真意切，仿佛真的是为了他妈的身体。顾明远，生病不是小事，必须去医院。你这样由着她的性子，不是孝顺，是害她。你闭嘴！你还有脸说风凉话？我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。可我知道，只要我今天退了一步，就再也没有前进的可能了。我看着他们3个人组成的坚固堡垒，第一次感觉到了一股彻骨的寒意和无力感。我的冷静，我的逻辑，在他们上演的这出伦理大戏面前，显得那么苍白可笑。你好，这里是幸福小区，这里有位老人心脏不舒服，呼吸困难，需要急救车。既然病了，就去医院，让医生来诊断，到底是什么病。如果是被我气的，那正好，让医生出个证明，该我负的责任，我绝不推卸。你叫急救车干什么？你想让全小区的人都来看我们家的笑话吗？你安的什么心？妈，你不是说你不行了吗？当然是救人要紧。乔月，你疯了！你是不是非要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？顾明远，难看的不是我，是明明没病，却要躺在沙发上装不舒服，用自己的身体来逼儿媳妇下跪的人。你咒我！有你这样做晚辈的吗？你妈身体不舒服，你不安慰，还在这里说风凉话。她真的不舒服吗？刚刚还喘不上气，现在能中气十足的骂我，看来是没什么大碍了。这是11栋老顾家吧？怎么叫急救车了？不能开门，不能让他们进来。乔月，我求你，别开门，别让事情到这一步。顾明远，这是你逼我的，你想用孝道绑架我，我就用事实告诉你，什么是真正的负责。现在，是你妈妈的面子重要，还是她的身体重要？你好，请问病人是哪位？是她，我婆婆。她说她心脏疼，喘不上气。阿姨，您哪里不舒服？我给您量个血压，做个心电图。我现在又好点了。好点了也得检查一下，以防万一。钱先生，阿姨的血压是有点高，但心率正常，心电图也没看出问题。建议要是不放心，跟我们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。如果不想去，那就好好休息，别动气。谢谢，谢谢。乔月，你厉害，你赢了，你现在满意了。为了让我爸妈搬走，你真是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你的心是铁打的吗？小月，你公婆今天来我们家了。他们说什么了？
没说什么难听的，你婆婆就是哭，说她对不起你，说她不该来，给你添了麻烦。你公公就在旁边叹气，一声不吭。我能想象到那个画面，刘美维的眼泪是她的新武器。当谩骂、装病、道德宝藏都失效后，她开始示弱，开始扮演一个走投无路、委曲求全的可怜老人。她不是来跟我爸妈道歉的，她是来给我爸妈施压的。他们坐了半个钟头就走了。你婆婆临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，说顾明远夹在中间太难了，都受拖像了。她说都是她不好，她不该逼你。小月，妈知道你委屈，但你婆婆今天这个态度，你看要……你别管这件事儿，你和爸也别见他们了。他们再来，你们就说不在家。这不好吧？都找上门了。妈，他们不是来解决问题的，他们是来把你们也拖下水的。你们只要记住，你们是我的后盾，不要被他们影响。好，妈知道了，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。不管怎么样，家里的大门永远给你开着。我爸妈今天去你家了。我知道。他们跟我说，你爸妈人很好，很讲道理。小月，我爸妈他们其实就是普通的农民，他们不懂什么边界感，不懂什么个人空间，他们只知道儿子结婚了，儿子的家就是自己的家。他们来这里也只是想离我近一点。这是他第一次试图跟我讲道理，而不是发脾气。所以呢？他们已经知道错了。我妈今天哭了很久，她说她不该跟你吵，不该说的那些难听的话。她都60多岁的人了，在你爸妈面前低声下气的，你还要她怎么样？我不想她怎么样，我的要求从始至终只有一个，并且我提供了解决方案。就非要搬出去吗？小月，我们就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家一样吗？我爸妈在这里，你回家吃饭，我们晚上一起看看电视，聊聊天，这不就是过日子吗？为什么非要弄得跟仇人一样？他的话听起来那么温暖，那么悠人，像一个美丽的陷阱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那里面有我熟悉的温柔，也有我不熟悉的算计。顾明远，可以，我明天就回家吃饭。真的，小月，你真的？真的，只要你现在当着我的面订好明天送他们回老家的车票，他们什么时候走，我什么时候回家吃饭，一天都不耽误。小月，你为什么就不能退一步？因为我已经退到了悬崖边上，再退一步就是粉身碎骨。顾明远，该选择的人一直是你，不是我。我没有胜利的喜悦，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哀。那个我爱了8年的男人，为了所谓的孝顺，为了他父母的意愿，可以一次又一次的牺牲我，试探按我的底线，甚至不惜用眼泪和示弱来算计我。我们的婚姻好像真的走到了尽头。乔月，你干什么？那是我爸刚买的鱼。我跟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？这是我的书房，我的书桌，我需要用它来工作。如果你爸喜欢看的养鱼，可以放在客厅，或者你们的房间。不就是占了你一点地方吗？你至于吗？至于，这个家里属于我的地方已经不多了，书房是最后一块，谁碰我就跟谁急。哦，我看着脏了，就顺手给你洗了。现在这料子也太不惊喜了。妈，这些衣服只能干洗。干洗？城里人就是讲究，一件衣服还要拿出去洗，多浪费钱。我帮你省钱，你还不乐意？我看着他那副我都是为你好的嘴脸，连跟他争辩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不就是几件衣服吗？妈也是好心，你至于当着他的面扔掉吗？你让他多难堪。顾明远，他是故意的。你又来了，在你眼里，我妈做什么都是错的，都是故意的，你就不能把人想得好一点吗？好，那我们谈谈钱。这几件衣服加起来大概8000块，
既然是你妈洗坏的，这个损失是不是该由她来承担？你掉钱眼里了？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是责任的问题。谁做错了事，谁就要承担后果。她是你妈，你是她儿子，你来承担也一样。现在转给我8000。转眼已经是我回娘家吃饭的第80几天，我知道它快到极限了。这个家成了一个高压锅，而我们所有人都在等待着爆炸的那一刻。巨幅婚纱照不见了，这里挂一个大的，就挂咱孙子100天的照片，旁边挂咱们的全家福。我们的结婚照呢？哦，那个啊，我收起来了，就阳台那个杂物柜里，那么大一张挂着占地方。再说都老夫老妻了，还挂那个干什么？这张照片是我们结婚时顾明远特意找了最好的摄影师拍的。他说要把我最美的样子挂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，看一辈子。如今它像垃圾一样被扔在这个角落里，我的心也像这面碎裂的相框一样，再也无法完整了。这也是你的意思吗？妈就是想重新规划一下墙面，照片旧了，我们可以再拍。旧了，顾明远，我们的感情是不是也旧了？所以也可以像这张照片一样，被随意丢弃，被划上几刀，然后换上新的。乔月，你别胡思乱想，妈不是那个意思。不就是一张照片吗？你至于吗？我看你就是不想给我们老顾家生孩子，所以看不得我们规划孙子的照片墙。突然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了，争吵没有意义，道理也讲不通。这一刻，我心里最后一点对这段婚姻的留恋彻底粉碎了。我做出了一个决定，不是关于吃饭，而是关于我自己，关于我的未来。明远，你怎么了？乔月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家？我知道，我一旦心软，这91天的坚持就成了一个笑话。当爸妈搬出去的那一天，你怎么就这么心硬呢？你没看到我儿子都熬成什么样了吗？妈！你吼我！我让你们都闭嘴，都给我回房间去。乔月，我们谈谈，这一次好好谈。我撑不住了，乔月，我真的撑不住了，我错了，乔月，从一开始我就错了，我不该自作主张把他们接过来，不该逼你忍耐。我以为时间长了你就习惯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认错，发自内心的认错。我没想到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现在告诉我，我到底该怎么做，你才能回来？我的要求从第一天开始就没有变过。我们小区斜对面那套2居室还在出租，租下来让你爸妈住过去，房租、水电我来付，你每天都可以去看他们，接他们过来吃饭都没有问题。但是晚上他们回他们的家，我们回我们的家，我们彼此都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。我需要跟我爸妈谈谈。他们不同意。这个结果在我的预料之中。所以你的结论呢？小月，你看能不能再缓缓，就1个月，不，半个月，给他们一点时间接受，也给我一点时间，再做做他们的工作。他又回到了老路，拖延、妥协、和稀泥。顾明远，我以为你终于明白了问题所在，但现在看来你没有。我总不能真的不管他们吧？他们是我爸妈。我让你不管他们了吗？
我提供的方案是让他们住在几百米的地方，你可以每天去看他们，给他们送饭，带他们逛公园。你的孝心一分都不会少，你失去的只是和他们24小时绑在一起的生活，而我得到的是我自己的家。可他们不接受。所以，这不是他们接不接受的问题，这是你作为他们的儿子，我的丈夫，如何去执行的问题。因为他知道我说的是对的，他只是没有勇气去面对他父母的眼泪和愤怒。小月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保证这次我一定。顾明远，我的时间已经给的够多了，91天，我给了你足够的时间去解决问题，但你没有。既然你做不了这个决定，那我来帮你做。喂，你好，是张经理吗？不好意思，大半夜的打扰您了，我是乔月。对，3个月前咨询过租房的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们小区斜对面现代城那套2鱼纸，现在还能租吗？乔小姐啊，你好，那套房子还在，房东不急着租，一直空着呢。怎么，您现在要租吗？对，我现在就要租。你今天有时间吗？张经理，我下午3点有空，你跟房东约一下时间，我们就在你们中介门店签合同，可以吗？没问题，当然没问题。那我马上联系房东，下午3点见。乔月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说过，你做不了决定，我来帮你做。我已经约好了，下午签合同，租期1年，押1付3，房子随时可以入住。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不经过我同意就擅自去做这个决定？凭这个家是我的，凭这个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，更重要的是凭这3个月来你所谓的家对我造成的所有伤害。这是我第一次在他面前如此直白地把房子的归属权台面上。乔月，你非要这么绝情吗？绝情，顾明远，我们来算一算账吧。这几盆墨兰，我养了3年，现在它们死了，因为你妈把剩菜汤倒在了里面。这里是我的书房，是我的工作区。你爸为了养几条鱼，把我所有的专业资料都扔进了纸箱。这些衣服8000块，是你妈用洗衣机搅坏的，她甚至不觉得有错，还说是在帮我省钱。还有我们的结婚照，我们结婚8年，她在那里挂了8年。你妈把它扯下来，扔进杂物柜，用刀划破。她说要腾出地方给你未来的儿子挂照片。顾明远，这不是绝情。这3个月，他们毁掉的不只是我的东西，还有我对这个家，对你最后的一点信任和情分。我今天租下这套房子，不是在跟你商量，我是在通知你，这场闹剧必须结束，你的父母必须搬走。这个周6就是最后的期限。房子我会找人打扫好，东西我也会帮他们准备好。你所需要做的，就是把这个决定告诉他们，然后在周6那天帮他们把行李搬过去。如果我做不到呢？如果他们以死相逼呢？顾明远，那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你解决不了，法律会帮我解决。我低估了刘美凤的战斗力，也高估了顾明远的执行力。顾明远没有把我的最后通牒告诉他父母，或者说了，但换了一种他自以为聪明的方式。小月在外面租好了房子，她觉得这里住得挤，想让我们搬过去住一段时间。小月回来啦，听顾明远说，你给我们老2口租了套大房子，哎呀，真是太破费了。其实我们住这里就挺好，一家人热热闹闹的。他的话听起来是在客气，实际上每个字都在扎我。他在告诉我，你看，兜兜转转，你还是没能把我们赶走。现在你还得花钱，好吃好喝的供着我们。他以为这样既能让我满意，又能保全他父母的面子，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他真是天真的可笑。乔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
既然顾明宇你无法准确传达我的意思，那我就来告诉叔叔阿姨我们未来的相处模式。叔叔阿姨，这套房子是租给你们住的，但前提是我们要签下这份协议。你们同意，周六搬家；你们不同意，那这份租房合同即刻作废。你们是回老家还是睡垃圾，都跟我无关。至于我和顾明远，我们会直接去法院谈离婚。千里呀！我们老顾家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娶了个这么强势的媳妇儿，这是要逼死我们啊！我不活了！你看看你娶的好老婆，这就是你说的他给我们安排的，他这是要我们签卖身契。你今天要是真签了这个，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？乔月，你一定要做到这一步吗？你一定要把我们家的脸全都撕下来扔在地上踩吗？顾明远，我的脸呢？这3个月，我的脸在哪里？我的尊严在哪里？现在协议就在这里，钥匙也在这里，离周六还有2天，选择权在你们手上。乔月，你怎么能这么做事？我们老顾家哪点对不起你？你要把我们逼到这个份上！顾明远，你听听，这就是你娶的老婆，她要把我们老两口的脸面都踩在脚下，你还护着她？顾明远被他父母的怒火和他自己的羞愤夹在中间，整个人都快要分裂了。顾明远，你撕了这份打印的，我电脑里还有备份，只要我不删，他就永远都在。我的话像一盆冰水，浇灭了他最后的挣扎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彻底的陌生和恐惧。好，真是我们家的好儿子。顾明远，你今天要是签了这个字，我跟你妈就当没你这个儿子。所有的压力在这一刻全都汇集到了顾明远一个人身上。一边是生他养他的父母用亲情和孝道绑着他，另一边是与他同床共枕8年的妻子用离婚和法律逼着他。他站在中间，像一个即将被撕裂的纸人。该说的我都说完了，球已经踢到了他的脚下。你不能让他走，你让他回来！我已经把离婚协议版都准备好了，就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。如果顾明远今天选择了他的父母，明天一早我就会把这份协议递给他。8年的感情不是假的，但这3个月的消耗也是真的。外面始终没有任何动静，我甚至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已经趁我洗澡时候收拾东西回老家了。小月，你开开门。我让他们签了，字已经签好了，你出来看看吧。钥匙，我爸拿进去了。我没有问他是怎么说服他们的，那过程必然是一场血雨腥风，撕破脸皮，互相伤害，但他做到了。在我和他父母之间，他最终选择了我，或者说他选择了保住我们这个即将分崩离析的家。周六上午9点，我约了搬家公司。知道了。我把这个夜晚的脆弱留给了他一个人。接下来的2天是前所未有的死寂。我只是把周六的日历在心里画上了一个重重的红圈。小月，别走。我跟他们说了，
我全都说了。我说，你们再闹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这个家没了，老婆没了，我下半辈子就一个人过了。我妈哭了，她骂我是白眼狼，说她要跟我断绝母子关系。我可以想象，那是一个怎样的场面。我爸昨天，他打了我一巴掌。小月，我是不是很没用？小月，等他们搬走了，我们还能回去吗？顾明远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破镜难重圆。这个家像一个即将散场的舞台，演员们在拆除布景，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疲惫和落幕的悲伤。没有人说话，只有胶带被撕开的刺啦声和物品被放进纸箱的碰撞声。没有了之前的嚣张和得意，也没有了前2天的怨毒，只剩下一种灰败的、认命的、混杂着恨意的复杂情绪。那我去了。好。我终于夺回了我的家，我赢了，赢得彻彻底底。一场长达91天的拉扯，终于以我的胜利告终。可是，看着这个冰冷的家，我心里空落落的。接下来该怎么走，我不知道。小耀，对不起，这张照片我找了3家馆才修好，就像我们的家。我知道我把它弄得千疮百孔，但我真的很想把它修补回来。这几天我想了很多，也彻底想通了，从一开始就是我的错。我自私的以为只要把你和我妈强行捏合在一个屋檐下，就能凑出一个美满的家。我遇到矛盾只会和稀拿，让你去忍让，让你去退步。我以为这是为了大局着想，却没意识到这是在亲手毁掉我们的婚姻。我不该逃避作为一个丈夫的责任，把你逼到宁愿每天回家，宁愿拿出离婚协议，都是我这个做丈夫的失职。小月，以后了，我绝不会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我爸妈那边我会承担起儿子的责任，但我首先是你的丈夫。这套房子永远只有你一个女主人。我知道这一次的眼泪不是因为委屈，而是因为释怀的人。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守住自己的底线和尊严。走吧。去哪儿？去看看爸爸妈。好，好，我们现在就走。妈，爸，这几天搬家辛苦了，我熬了点鸡汤，你们趁热喝。小月，是妈老糊涂了，之前仗着长辈的身份倚老卖老，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你的事，妈给你道歉，你还能不计前嫌来看我们，还给妈熬汤，妈心里有愧呀。小瑶，是我们不对，差点把你们小两口的日子搅散了。这套房子很好，我们在这儿一样能天天看见你们，挺好的，真的挺好的。妈，爸，过去的事儿咱们都不提了。其实只要大家互相尊重，有一点自己的空间，咱们照样是最亲的一家人。以后你们就在这儿安心住着，我和明远给你们养老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家的生活翻开了全新的一页。公婆逢人便夸自己有个好儿媳，比亲闺女还贴心。经历过那场风波，我们每个人都学会了包容与尊重，全员向上，彼此体谅。我们就这样在这个充满烟火气的小区里，好好生活，一起和和美美的过着日子。要不生气。